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经典里说本没有生也没有死呢？用心体会一下，今天这个内容或许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有不少人修行呢，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了生死。所以有朋友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了生死？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一种问法，那就是如果你家的房子着火了，那么你该怎么办？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房子真的着火了，火势不大，那么马上就去灭火；如果火势过大，那么马上离开房子就是了。难道有人会在房子着火时，还要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思考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吗？同样，一个人唯有身体出现损坏时，他自然就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这个身体还能修补，那就努力去修补；如果身体已经完全坏掉了，那么他离开这个身体就是了。而一个本来身体健康的人，完全没有必要过分担心身体坏掉后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这倒不是说谁的身体就一定不会坏掉，而是在讲车到山前才有路。当然，我们都听过一句话：不治已病治未病。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未雨绸缪，但是却从来没有谁讲过，所谓未雨绸缪就是坐在那里苦思冥想未来应该怎么办，而不在当下采取任何行动。你得骑驴找马，而不是坐在那里妄想着马凭空出现。我们知道今天外面要下雨，所以我们出门时自然就带上了雨伞。如果没有带雨伞，那么遇到下雨天也会找地方避雨，而不会因为之前没带雨伞，所以就站在雨里不动。换句话讲，种下不同的因，确实会招致不同的果，但是不论什么行为都必然会种下因，也必然会招致相应的果。所以现前的是什么果，我们就要去应，不要觉得不应该、不可能，因为发生的就是必然。我们头脑所思考的应该才是不可能。我们不教人灭未燃起的火，只教人去躲正在下的雨。生死之外没有生死可言。对于那些过分去想死后怎么办的人，就如同在想我睡着后就不会醒来一样。你都已经醒来了，为什么你还要问这样的问题呢？如果你醒不来了，那又是谁要问这样的问题呢？你到底是谁？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而生死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生死，其实是讲意识现象的生与灭，但是这个现象非但我们自己不能准确观察，外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要明白，内在的意识现象不同于外在的生命现象，这两者虽然相关，但是绝不代表这两者一样。我们的意识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明明了了的觉察，外人却不能知。同理，依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的出生，但是我们是无法了解他的意识是从什么时候觉醒的。所以，通常我们讲生死，看似是在讲一个人肉身的生灭，其实不然，是我们误以为肉身的生灭导致了意识现象的生灭。然而，肉身的生灭就是意识的生灭吗？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一个人在睡着时也应当能够明明了了地知道自己的肉身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也许有人会说了，睡觉时意识的暂时熄灭是建立在肉身存活的基础上的，因为肉身还存在，所以意识还能被唤醒，而一旦肉身不存在了，意识就再也醒不来了。这个说法呢，看似很合理，但是我们这里呢，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睡着时，他的意识虽然熄灭，但身体还存在，那么他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是别人告诉他的，还是通过摄像设备记录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问，
他人和摄像设备是如何知道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是否存在意识现象的呢？反过来，我们又问，他是如何知道别人和摄像设备是具有同他一样的意识，能够觉知他的身体的存在的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我们对一种事实没有于当下亲自实证到，我们就不能说这是不证自明的。比如我们说除自心外具有他心，这是不能证实的，因为自心只能自知，而不能通他心。我们会发现，这一切问题呢，我们都无法直接回答。之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合情合理，这只是因为这些合情合理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什么适用范围？小到每天的一觉睡醒，大到一生的觉醒开悟。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睡着了，所谓睡着一词就不适用了。在没有生之前，又或是已经死后，生死二字就不适用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在所谓醒着的时候，用头脑去思忆睡着时我去了哪里，也不要在所谓活着的时候，用头脑去思忆生前死后我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想出一个答案来的。用一块砖头岂能磨出一面镜子来？对不对？当然，我说这些不是在讲我们就不用修行了，而是在讲我们不要把功夫做反了，最后在那里倒行逆施而不自知。实话讲，并不是我们惯用的就是对的。一个人要学会用双腿走路，那就得先试着丢掉拐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实相的体悟必须离一切头脑里的思考。我们要感受我们的感受，而不是思考我们的感受。这就像唱歌，我们不能认死那几个音符给它填充进去。如果谁这样做，那他唱出来的歌曲大概率是五音不全的。事实上，音符就像是里程碑，这只是框架和标记。真正的大道在于里程碑之间，真正的音乐在于音符之间的起承转合。即便一个不会乐理的人，他也能唱歌；一个没上过学的人，他也能说话。如果说一个人必须要把道理完全精通，确保万无一失，然后他才能修行，这就是舍本逐末。修行就像唱一首歌，我们都明白，学唱一首歌首先要多听，然后掌握了它的大体就开始唱。一边唱我们才一边调整细节上的不足。可是很多人现在呢，在学唱歌上就会，一换到修行就不会了。不会先做事，然后一点一点修正，反而非要把那些框架不断细化，直到满脑子里都只剩下各种概念，他才觉得修行好像没有让自己心安，从头到尾就没有在实修，都在那里空想了，每一个想法都没有落地，没有证悟，心怎么可能安呢？对不对？你若要看就抬起眼，你若要听就侧过耳。要明白，我们讲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可不是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五蕴皆空，可不是一切断灭空，反倒住到一个空相上去了。所以很多时候，修行不是一个避难所。一个人心不清净，那他去哪里都不清净。如果这样去求佛求道，只会求出一个最大的魔。所以我们讲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要把车先行到山前，把船先摇到桥头。唯有如此，才能自然去面对。面对了，自然就了别了那些无法放下的分别心。唯有此时，我们才讲修行。我们说悟后起修，一个觉悟了的人，他必然会放下一切对于延缓死亡的执着，进而从真正意义上做到顺从本心做事。事来则应，事去不留。什么叫顺从本心做事？其实就是怎样让我念头通达。
我就怎样做事。所以向死而生是一个修行人最基本的生活态度。我们不应该对种种想象中的苦难产生恐惧之心而造作妄动，因为我们所能妄想出来的最大的苦难就是生死，而这样的苦难从我们的认知来讲是无法逃避的。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对于种种苦难的逃避显然是无法解决这一最大的苦难的。我们努力延缓，逃避也是死；不努力延缓，逃避也是死。那么这条路就显然从一开始就与正道相悖了。所以，一个人从觉悟开始，就不再逃避死亡，反而开始利用死亡的力量来修订。这个时候，死亡是什么？死亡不再是死亡，这个时候死亡就是涅槃。我们不住涅槃，却运用涅槃的力量来自在地活着。没有人可以威胁你，没有人可以恐吓你，因为你已经离苦得乐。这不只是空口白话，因为你的心安了。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怕这怕那，还修什么行，还享什么福，还自什么在？所以所谓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放下刻意做事的心，去顺从本心做事。因为一切能思考的对象都是外相，一切思考的实质都是在攀外缘。只要你顺从本心做事，不问前程，不惧生死，那么迎接你的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